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。这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eys 2中的和弦选择器。当我们在歌曲轨道中鼠标左键双击某个和弦时，就可以打开和弦选择器。单击窗口其他区域会自动关闭和弦选择器。在选中某个和弦后，单击歌曲轨道工具栏上的编辑和弦按钮，也可以打开这个和弦选择器。EasyKeys 2中的和弦选择器是基于传统的和弦5度圈来构造的。中间这个圆盘的外圈显示了当前调性中基于根音的所有5度间隔的大3和弦，根音在12点钟的位置，而内圈则显示了当前调中所有间隔5度的小3和弦。圆盘的上方显示了我们当前调号内部的6个和弦。外圈中间是1级和弦，左侧是4级，右侧是5级。内圈中间是6级和弦，左侧是2级，右侧是3级。这样就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在当前调号中对和弦进行选择。圆盘的中心是当前和弦的名称，单击可以直接输入和弦名称。EasyKeys 2会根据输入的和弦名称自动更换和弦。在圆盘的右侧，可以将该和弦快速指定为色彩和弦，例如7和弦、9和弦或减和弦等等。有的色彩和弦的按钮右侧还会显示一个箭头按钮，单击此按钮可以对这个色彩和弦进行更多的设置，为该和弦指定不同的附加音符。在底部最后一项中，还可以指定该和弦的低音音符。如果这个音符不是该和弦根音的话，则会产生分数和弦。例如，在1563的和弦进行中，低音默认的走向应该是哆嗦拉咪。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指定和弦低音的方式，在不改变和弦的情况下，让低音走向变为哆西拉嗦。这在现在的流行音乐中也是经常使用的和弦低音走向编排手法。在和弦低音的指定菜单中，除了当前调内的音高以外，还可以在更多音符的子菜单中指定为离调音符。这个菜单的最后一项是锁定低音音符。激活这个选项后，当前所选择的低音音符将被锁定。这意味着我们选择任何其他和弦后，低音都不会发生改变。再次选择这个命令，可以将低音音符解锁。在和弦5度圈的左侧，还有一些其他功能。首先是一个键盘图标按钮，单击此按钮可以在和弦5度圈的上方显示出一个虚拟键盘窗口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指定当前和弦中的构成音。窗口的左侧是低音音符的指定区域，用来指定和弦的低音音符。右侧是和弦构成音指定区域，每个琴键上都标注了相对于根音的音程关系。我们可以任意指定这个和弦的内部构成音，例如添加一个7音，或者添加一个9音。根据我们对和弦构成音的选择，和弦的名称也会实时改变。再次单击这个键盘按钮，可以关闭虚拟键盘窗口。接下来，这里还提供了2个非常实用的功能。第一个是对和弦转位的设置，默认选择的是自动。
代表 EZKiss2 会自动对当前和弦的 MIDI 音符设定一个合适的演奏把位，来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和弦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菜单中选择成为手动，然后可以通过左侧的加号按钮和减号按钮来更改 MIDI 音符的演奏把位，例如提升一个演奏把位，或者是降低一个演奏把位。第二个功能是8度偏移，可以将当前和弦的 MIDI 音符做整体的8度偏移，例如提升一个8度，或者是降低一个8度。调节到0是原始8度。最下方是一个额外的功能菜单，这个菜单中分为2个部分，上面是整体的常规选项，下面是针对每个和弦的单独选项。在整体的常规选项中有2个选项，第一个是和弦预览，代表当我们选择或修改和弦时都自动回放预览。第二个是自动调整和弦扩展，也就是在改变和弦时自动建议7和弦或大7和弦。在每个和弦选项部分中提供了将离调音符调整到调性音阶内的功能。如果当前和弦中包含离调音符的话，这个选项就会变得可用。这里还有自动梳理和弦音符，勾选这个选项 EZKiss2 会自动删除当前和弦中的非必要音符。接下来是保持固定旋律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。勾选这个选项后，和弦中的右手演奏部分将不会受到和弦更改的影响，被改变的只有左手演奏的低音和和弦音。最下面还提供了和弦校正功能，这会打开我们之前说过的和弦校正器，用来编辑和弦名称，但不改变和弦内的音符，以及重置和弦功能。这里显示了此和弦的原始名称，单击此项可以将和弦恢复到最初的原始和弦。好，关于和弦选择器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编辑演奏风格功能的用法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